各位好，这是侏罗纪14公园。那这个题目我本来要叫做不能苛责啊，这个忍中间有一横一点就不能的，不再忍耐的，然后苛责这样子，也可以说不能苛责啊。那本来那个题目很取巧不管是科还是科粉都能够接受这样子。那我把这个主题这个题目叫做把政治交给雅思，然后呢，那我们展开今天这个话题。首先有一些状况科比算是我台大医学院的老师虽然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不过我早就知道，听同学讲话就是很直接的人就语不惊人死不休了。那我在科比选2次市长的时候我都是投科比的，我都投科比的。他第2次选市长在北门选前之夜啦，我这个阿伯骑着摩托车到北门，在这个寒风苦雨之下，一个人默默的给柯 P 支持我这个阿伯给另外一个阿伯加油在场都年轻人呢，那我已经算是阿伯等级的呢，那给柯 P 加油这样子。那我上次呢政治上的失恋政治上也会失恋呢，是阿扁市长，他第1次这个当市长，然后之后要选第2次连任的时候落选嘛，那在信义路摆个台子那时候呢我在台下呢眼泪簌簌的流啦。那时候我老婆还没结婚是我的女朋友她可能都还怀疑我比较爱的是阿扁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有2次政治上的失恋柯 P 算是第2次这样子。所以方医师这个人也算是属于世人不明的人2次被骗了，所以我决定今天要好好的来反省但我反省的方法呢，就是用方医师的心理学来反省这件事情。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是柯 P 心理学。那我们还会讲科草心理学跟科黑心理学，总共有3种心理学：柯 P、柯黑跟柯草。这3种心理学呢，我们今天就讲柯 P， 那下次我们讲柯黑跟柯草，他们也有心理学的呢。好，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柯 P他心里很乱嘛，然后他就跑去庙里面找那个师傅那师傅呢就给他一个袋子跟一台推车。那阿伯想说，那就是叫我去扫地嘛。那阿伯就一直在把树叶装到袋子里面，他装了很多树叶，然后就回头看师傅那师傅就跟他说：“你在装啊，你在装啊。”那阿伯就继续装这样。那阿伯装满了之后呢，就把树叶那袋子放到推车上。那他想说就把这个树叶的袋子推到旁边去。那他推，那他就回头看那个师傅那师傅就说：“你在推啊，你在推啊。”所以这阿伯就受教了这样子。那阿伯是一个，我不这样讲阿伯好像不太公道，感觉上方医师刚才不是讲过了吗？如果有自闭倾向的人，他也不会装，也不会推他算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对不对？所以阿伯，我们用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去看阿伯，这样子对吗？这样合理吗？他会去装吗？他会去演吗？所以方医师在告诉你，阿伯是装的吗？阿伯是演的吗？他会装会演吗？那阿伯从账面上来看算是送给财团200亿了，200亿多了。那你知道吗？就算你吃贵一点的便当一个便当200块，你知道吗？200块便当如果给小草吃200块便当200亿可以吃几次？吃1亿次呢。阿伯送人家1亿个200块的便当，难道小草都很甘心吗？小草道德感比一般人低落吗？小草会支持阿伯给人家1亿个200块的便当吗？这个是我们以后下次要分享要去讨论。那台大的这个一些医生有发文他们说最近他们在医院见面都会击掌这样子击掌这样子击掌。然后呢半夜3点多呢有一个值班的医生起来看阿伯有没有被羁押就没有被羁押就睡不着这样子。方医师半夜有起来这个看那个阿伯有没有被羁押，然后也是没有被羁押。那第1次晚上所以这个大家都有这种柯黑的心态，好像一直希望阿伯会出事
当年跟方医师一样，我们都支持阿伯去对抗万恶的国民党，对不对？对。当你在支持的时候，大家是什么心态？然后呢，我们推着阿伯去对抗国民党的时候，去对抗林胜文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多么爱他，对不对？对，多么保护他，偶像，偶像嘛。现在阿伯这个后来转性了，然后比较秋了，大家看不下去了，那由爱生恨啊，天天都盼着阿伯出事了，那阿伯终于被羁押了，那柯黑有一点失落感，好像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吗？就这样，没有。好，那这3种心理学就是柯 P 心理学、柯草心理学、柯黑心理学。那我们这边没有什么新的梗啊，我们不会这个好像开玩笑一样，也不可以骂人家啊，阿伯也没有很可恶啦，比阿伯可恶的人在外面很多啦，什么这个家暴妇女啊、贩卖人口的还很多啦。阿伯只是一个讲话很随便、做事没有底线、随随便便就送人家200亿的人啊，对不对？这样子有很可恶吗？随随便便送200亿的人有很可恶吗？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也不是从政治分析去看说谁会得利，谁占到便宜啊。我们今天就从心理学分析我们把这10年柯 P 事件一次做一个总复习好不好？首先这个柯 P 心理学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台湾社会就好像小朋友长水痘、长麻疹长完麻疹、长完水痘，一辈子就免疫了嘛，对不对？那至少可以获得一辈子的免疫力啊。那我们这一波的柯 P 的瘟疫柯 P 的水痘、柯 P 的麻疹，我们有没有学到什么？台湾社会会不会因为这样就免疫了？会不会下次柯 P 不见了，又出现另外一个柯 P， 又嘴巴又在讲说公平正义啊，什么透明啊？这个人会不会是我们黄国昌委员？然后让我们继续这个得到下一次的瘟疫，然后我们再掠夺下一个世代嘴巴上又在讲公平正义透明好，那其实蓝白两党提到什么反质询或者是什么，你看他们最近在回答这个记者会上多少次反质询，所以自己如果能做不到的，也不要太要求别人，那这是属于柯 P 心理学。那柯黑跟柯草心理学是什么？那些看戏的柯黑跟柯粉，有一种看戏的心态，因为小草都说柯 P 很有趣，柯 P 不无聊很有趣不无聊，对不对？这很重要嘛，谁有趣谁上台，谁有梗谁上台。那曾经的那个柯黑啦，就说叫阿伯冲阿伯冲，阿伯这个头壳坏掉那个很会冲然后大家就鼓励他冲这样子，很勇敢。很勇敢这样子，那大家舍不得他下台希望阿伯继续冲，继续搞笑就好像在马戏团看戏一样看猴子在那边耍。那有一天猴子站到你头上来了，你受不了那猴子在耍的时候，你给他拍拍手那美国有这个川普也是很有戏，你知道吗？那台湾也有柯 P 不遑多让所以政治变成一种表演活动，已经没有人在关心这个实质的内容实质生活上、法律上的内容。那一般人的演戏我跟你讲，一般人的演戏已经不够看了，你必须要找一些有一些自闭倾向比较怪的人来演，才算够看所以大家口味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如果一直保持看戏的心态那我问你，下一个上场的是谁？难道是我们黄委员吗？尊敬的黄委员，继续怒吼下去吗？用吼的。然后大家觉得很有戏，那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再掠夺下一个世代。那我讲柯 P 心理学有3件事情，我从3个角度看柯 P 第一个柯 P 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重复3次柯 P 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因为这很重要，所以要讲3次。他始终如一不管以前在学校念书念书也不用跟人家交流考试考好就可以了然后一直到台大当地下室的医生然后在地下室当医生也不用开刀，然后靠嘴巴也是可以当医生的但是也不用跟人家交流，因为外科医师再加上做家务病房，真的不太需要跟人家交流。后来选市长然后到这个想要改变台湾，然后送人家200亿，现在抓去关。虽然
看起来科比一直在改变他的身份，但是始终如一，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因为科比有自闭倾向，他理不了人，所以他从小到大他就发展出他的自我，他那一套来，所以他从小到大都活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他有亚斯伯格的倾向所以这个他智能正常但是呢，他这个把所有的智能呢，在发展自己的内心的世界，而不是发展在理解别人身上那理解不了别人会怎么样？他从头到尾就发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那有自己的做事方法、价值观、社会观嘛。那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普遍的社会的价值观跟道德观，这跟他无关他有自己一套标准就对了。好，那这种个性的人这种自闭倾向的人呢，如果去做事情去当一个科学家，不需要跟人家打交道的，有时候会走出一个新的路呢，甚至是一个比较超前的，可以带领科学的发展的。但是如果你出来搞政治就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讲，这种个性自闭倾向很白目的是没有办法搞政治的，因为大家没办法认可嘛。这个做事怪怪的，讲话怪怪的，你还要让他来当我们的领导，来领导我们，对不对？大家都一般是没有机会上台的，没有这个机会上台的，只有一种情况下会，什么情况？就是国家社会有危机的时候有这个矛盾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然后一般的方法已经比较难解决，大家会给特别的人特别的机会。比如说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那时候国家很乱那经济也很差那大家没有办法解决那一个叫希特勒的，那他就说要重振德国讲一大堆好听的话大家就信了嘛。那你就是因为怪，所以我给你机会，你不怪还不给你机会。那最近这几年，阿根廷有一个那个总统叫做米雷亚那这阿根廷经济很差，大家都觉得很差了啦。刚好这个米雷亚是一个经济学家，非常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他打算把银行什么都关掉的经济学家。那这样经济学家，他平常也没有在整理头发比方医师的头发还要乱。然后他在竞选的时候，他是挥舞着什么电锯，你知道吗？电锯他是电锯狂人结果竟然这个阿根廷把这个国家交付给这位电锯狂人。那大家都以为经济不能再更差了吧，已经很差了给他一个机会试试看。结果没有更差，没有最差只有更差结果他竟然可以把阿根廷的经济再继续下探。那柯 P 当时的舞台是什么？柯 P 是一个比较自闭倾向的人呢，他怎么会有机会出来？他连里长、连议员都没有当过，直接就当台北市首都市长，那是因缘际会那时候没有人敢出来选那个台北市长。然后我们的连胜文公子呢，自从获得国民党的初选以后，就带着老婆跟一票兄弟们到日本去庆功了。然后这时候在庆功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柯文哲。他说他要选台北市长，全部人都你去好，那柯文哲就打败连胜文。那后来呢，柯文哲就成为压制国民党，因为那时候丁守中要选那个台北市长他就成为可以压制国民党的丁守中。那后来又压制民进党，所以柯文哲一直在扮演这个救火的角色，就你去这样子但是我跟你讲，柯文哲因为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如果他没有一些普世的价值什么叫做道德的界限等等的他可能会造成一些核弹级的灾难。像那个希特勒，他也是吃素你相信他吃素吗？那他很爱护小动物像这样的人，他竟然为了他的理念，你看那个漫威的漫画叫做赛诺斯为了要世界能够进入轨道，他说要消灭一半的人。所以这个都是很崇高的价值，但是乱七八糟的方法然后这个我讲一个笑话好了有一只聪明的小猪然后它就是要被当作烤乳猪了，然后他很担心就跟厨师说：“你不要烤我，你不要烤我。”那厨师看他这个小乳猪很聪明他就说：“好，我考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可以回答我就不烤你。”
啊，这只小赌猪就说考我。那不管是怎么样哦，我们台湾哦就把自己放在那个架子上，考我。所以哦，你不要哦一种看戏的心态，然后呢叫柯文哲柯 P 啊去冲，然后这个把柯 P 用在那个位置上，那自己就当做那个卤猪啊。那以前柯 P 帮你冲的时候，你一直在鼓励他，那现在柯 P 爬到你头上来了，你又受不了，哦，所以这个台湾哦。把自己放在架子上，考我这样子啊、哦，所以第一个就是柯 P 从头到尾啊，始终如一，他都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那我们来提到那个柯 P 的道德感啊，柯 P 的道德感啊、哦，有一种哦，社交恐惧症的人哦，他不太喜欢跟人家交流，因为他会害怕，很内向，哦，所以他不太理人的，因为他理人哦，他有压力嘛。他对于人际关系呢异常的敏感呢，想的很多。但是柯 P 不是这种人，柯 P 他的自闭倾向，他是理不了人，而不是不理人。哦，他没有想太多，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说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啊？你在想什么？他从头到尾只会知道自己的想法，发展自己的想法，他没有花一点力气去了解别人的想法，最后他也不想理解的，甚至不屑去理解别人的想法。好。那以前他跟他的那个助选的大将哦，姚立明见面了。那姚立明就说啊，跟他再见的时候哦，下了楼之后他就直接走了。一般我们还会说再见，对不对？他连再见都没有说，直接走了。那姚立明就觉得哇，很特别这样子。那你说这个柯 P 哦，他这样直接走，他知道自己这样做很夸张吗？很没有礼貌吗？他故意要羞辱那个姚立明的吗？不是啊，他是他助选的那个大将啊，他怎么会故意要修理他？他就是率性而为啊，他没有要不礼貌啊，也没有要不道德啊。他的那个这种讲法是，你说他不礼貌是不精确的，因为要讲一个人不礼貌哦，他至少要知道礼貌是什么。那知道礼貌是什么，才可以故意不礼貌啊。那我们柯 P 可能啊他没有办法知道那个礼貌的界限是什么。所以他没有要故意不礼貌你，他就是率性而为因为他没有过那个群体生活的基础所以只有知道礼貌跟道德界限的人，才能够主动的不礼貌跟不道德。那柯 P 没有那个界限，所以他没有办法主动的不礼貌跟不道德。只有懂他的才会了解他、接受他、包容他这些行为你知道柯 P 他最后第一次羁押跟第二次羁押庭他进去的时候，那不是都带着一抹微笑吗？一抹微笑，别人都会遮遮掩掩啊，怕被人家看到啊。柯 P 不需要，他没有遮自己脸，他看到别人那边拍照，一大堆人他觉得很好笑，他这个时候他没有感到什么丢脸啊、羞愧啦或怎么样，他只是觉得好笑，然后他就直接笑了，这就是柯 P。这是100%的柯 P。那柯 P 有什么想法，你知道吗？我们来尝试了解一下柯 P 的想法。柯 P 他后来这个好，人家说感觉像皇帝一样，你知道吗？像皇帝一样，那周围就围了一群那个类似宫女人家都说宫女。那有些人还会被他贬为像狗的等级的，你知道比如说这个疯狗这个是狗别人家的狗。这个抓去这个管好一点，所以他带着一群宫女跟狗要干嘛？要改变台湾他本来要创造台湾的新的盛世，你知道吗？那柯 P 甚至讲说，如果没有柯 P 台湾会灭亡，至少是会沉沦的。柯 P 这样讲柯 P 不是开玩笑的，他是真的这样想。他认为说他的逻辑是这样，他觉得要救台湾避免沉沦，避免灭亡需要柯 P 的，需要民众党所以如果帮助柯 P， 帮助民众党，就是在帮助台湾，就是在救台湾。所以人家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嘛，所以柯 P 他先买房子给儿子，那家里存了一堆钱，让自己家里呢无后顾之忧啦然后呢找这些财团呢准备捐钱给民众党，那民众党算是他们自认为说是干净的第三势力所以这些钱呢，
这个都是为了救台湾用的。柯 P 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他自己都没有吃很好啊，都吃便当而已啊，对不对？所以他把这些社会的资源、台湾的资源、财团的资源呢，来帮助柯 P， 帮助民众党。那柯 P 跟民众党呢，就可以帮助台湾了。那他自己都说他都吃便当，他没有吃很好嘛。然后我们黄委员都说他吃便当吃得很快啊。你还记得上一次吃便当跟吃便当很快的是谁吗？上一次那一个吃便当的政治人物，就是我们阿扁嘛。我们阿扁总统当年啊，也是以吃便当跟吃便当很快的人，他们也是要救台湾啊。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只要吃便当跟吃便当很快的人呢，他们要救台湾，你就要小心啊，因为他们有他们一套的逻辑啊，他们一套的逻辑。好，所以第二个就是说，柯 P 的道德感呢，你要讲柯 P 的道德感，柯 P 不是没有道德，不是鲁莽，不是没有礼貌，因为他不晓得那个道德跟礼貌的界限在哪里。好，第三个，柯 P 因为这个自闭的特质他变得有一种神秘的特性。我最后这一段讲完，因为柯 P 没有办法理解别人，所以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他被人家解读成什么？哇，这个人好有想法，好特别哦，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这个人呢，因为不能审度这个时事，这个人好勇敢哦，好无惧哦，他是这个样子的。那一般如果是社会上发生问题，就需要这种特别的人。柯 P 就是那一道菜。像早期这个英法百年战争呢，一个叫圣女贞德，然后他就跟那个军队说我跟你讲神告诉我，然后呢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布局，就他讲的竟然是有道理，是对的。后来他就带领法国的军队反攻，一个10几岁的少女，所以这个有神秘性啊，有神圣性啊。那后来阿扁跟川普，子弹不是打到川普，打到阿扁，然后都没有把他打死，所以这个也造成某种这个天选之人的特性。那柯 P 人家都说他不贪啊，认真做事啊，他会打败财团啊，会重建社会正义啊，小草都这样说的嘛。那小草给柯 P 造神，那柯 P 呢自己也给自己造神，柯 P 自己给自己造神。柯 P 不了解说他的崛起不是因为他多厉害，他是因为因缘际会啊。然后他自己呢，这个还以为自己本事无穷啊，所以他一直活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就是这样。那后来他一直以为他已经提升到可以救台湾的，甚至皇帝等级的人然后他可以随随便便叫别人都是狗啊、宫女啊之类的这不是文学性的描述柯 P 他的内心有可能是真的这样想，他觉得他已经到达救台湾的或者是皇帝的等级那现在还有一群人还在迷信迷信柯 P 就是这样的人，甚至柯 P 自己相信自己还是这样的。柯 P 早期演那个救世主救台湾，对不对？然后呢，后来演皇帝。你知道现在柯 P 在演什么？现在柯 P 的角色在演什么？民主斗士壮烈牺牲啊！他现在第3剧第3幕在演民主斗士。你看第2次羁押的时候，柯 P 的眼神柯 P 的眼神已经改变了。他之前那个不知道是谁讲的，黄委员讲说，柯 P 站在那边一直看着那个摄录影机看到赖清德在看他。我真的担心他有一点那个，因为压力太大发展出那个幻觉，你知道吗？这个很可怕的。那他觉得他的内训剧本就变成说，我要被羁押了，我要被关了我甚至可能要为台湾民主牺牲了。所以他第2次到法庭到那个地检署法院那一种我是台湾的民主斗士，充满他的心里面他完全无视于他以前做的犯罪事实。他现在一心一意可能进入这个情境里面，我要当台湾的民主斗士。然后有一些科草，你知道，他也在这个情境里面他们可能会这样讲：你今天消灭了一个柯 P 后面还有千万个柯 P 为了台湾民主被牺牲了啦。这样说不是很壮烈、很美，对不对？国家机器这个戏比较好听、好看嘛。你不要再跟我讲200亿了，被牺牲了，被为台湾人牺牲了，为台湾民主牺牲了。好，我们直接讲结论了。
这个阿贝的自闭倾向是真实存在的，他理不了人啊，他活在自己内心的世界里，到现在都是这样。那不同的剧本在演。那你说阿贝很特别，很有想法，阿贝没有很特别的，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阿贝很勇敢，很无惧，他没有很勇敢无惧，他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阿贝讲话很没礼貌，很粗鲁，他没有很粗鲁，没有很有礼貌，因为他根本不晓得什么叫礼貌跟粗鲁，他活在自己内心的世界里。阿贝好像送钱给财团，没有道德感什么的，讲话都没有底线，做事没有底线。阿贝没有，不是这样。阿贝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做事情是讲究方法，讲究工具性的，所以他没有故意要没礼貌，没有道德。所以结论就是阿贝不是特别，不是勇敢，不是没有礼貌，不是没有道德。阿贝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没有察觉到别人的世界是怎么样子。所以我们要不要苛责他？我们也不忍心苛责他。但是如果你放任这样的事情我们一直把政治众人的事务交给像雅思这样的人是台湾人自己在开自己的玩笑。那阿贝其实他是有复国计划的，他要救台湾但是这个救台湾这种剧本事与愿违了。那现在呢，在演下一幕就是壮烈的为台湾牺牲了。人家说小草不放弃，阿贝就不放弃了。这样子就可以改变台湾了吗？还是一个舍不得下档的戏了？这个戏已经演了10年了啦，那我们都算是演员啦。你也不要说阿贝在演而已啦，阿贝因缘际会柯黑柯草都曾经推了一把。那我今天就先把阿贝的心理学讲这3点。那大家希望从心理学去看整件事情我们就算得了一场水痘麻疹也要得到免疫力不要让下一个类阿贝的人呢又来这个掠夺下一个世代那我下个礼拜还会针对这个柯黑我就算柯黑嘛柯草来做一些心理上的分析好，以上跟各位分享，谢谢。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